家好，这里是元某人的 S15赛事评论。8强抽签已经出来了，不得不说，除了 HLE 和歼击还有 AL 会比较难受外，其余所有队伍来讲都可以算是好签，都可以接受。AL 虽然本身有啃硬骨头的能力，打 T1 是有机会拿下的，但确实我站在 AL 的视角来看，能打再弱一些的肯定更好。不过咱确实也不太可能真指望 LCK 4个在下半区大乱斗吧。站在我们赛区角度呢 ，AL 如果能够拿下，同时滔博也能击败 G2，那么后续虽然是一个4强内战，但在 LCK 如此强势的情况下，我觉得能保一个决赛名额已经是提前完成任务了。当然，站在 T1 的角度，这个签肯定不差。如果能延续之前对 LPL 不败的 buff， 成功击溃 AL 并且充电，那么后续4强打 G2 还是滔博都不会有太大压力。主要是休息的时间够久，相比去下半区打 KT， 然后碰 HLE 与歼击的胜者，那这个签对于有 buff 增益的 T1 来说绝对可以接受。而滔博与 G2 以他们的状态和水平，两边都算笑嘻啦。尤其是 G2 嘛，虽然他们输给过滔博，但比起其他队伍，滔博绝对算是软柿子。同理 ，CFO 和 KT 也是个互为好签 ，KT 肯定不愿意打 T1 的，而 CFO 理想肯定是抽 G2 或者滔博，但他们现在的状态呢，我认为去碰碰 KT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今年 CFO 能够进8强非常励志，这也是港台赛区时隔10年回到8强的舞台。我也看到他们赛区的解说有落泪啊，也很替他们开心吧。我们等了很久。虽然可能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一个8强，但我真心认为电子竞技不是只有冠军才是赢家。我想对 CFO 对于支持他们队伍的赛区观众说一个差不多10年我听过的话，叫做弱者不代表是失败者。虽然我也很喜欢 BDD， 但抱歉，这次我去线下看比赛，应该是要支持咱们仅剩的全华班了。Let's go， 飞姆利！聊完这些，我们回到本期的正题，聊聊滔博和镖局的内战。其实还不太想聊内战，一开始甚至还真不打算看了，但奈何啊，当时第2把一开局，我旁边的同事说了一句：“这阵容滔博拿下了。”我心想说，不是才开打3分钟吗？怎么判死刑了？然后瞄了一眼镖局的阵容，我脑子一下子宕机了，因为我实在想不到蓝色方镖局这个阵容，他们到底抢了个啥？而这就是我认为整个镖局在瑞士轮的缩影。他们准备的游戏内容不能说全错，因为全局 BP 肯定选什么都有赢点，但真的打得太累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聊过，瑞士轮 BO3 下围绕着前排城墙去思考是最容易赢的。容易赢不是说一定赢，但它能够最方便的去套公式，就赢游戏你可以不烧脑，甚至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而这恰恰是镖局缺失的。他们的整个 BP 从第1把输 100T 到最后惜败滔博，咱并不能单纯的说选的不好，只是在 BO3 的情况下还真的没那么好。城墙核心不是说选肉就赢，谁前排多就赢，而是围绕着前排坦度进行博弈，前排坦度更高的一方，它在这个版本天然有优势，而围绕着前排坦度去控资源拿龙最容易赢。注意啊，是拿资源而不是滚节奏。而镖局直到16强他都没法理解这是为啥。我们看阵容，第1局滔博整体阵容其实不差，前排硬度也够，但兰博和皇子其实比较虚，而布隆虽然肉，但辅助等级注定是当不了大哥的。可以说从城墙逻辑，左边虽然人多，但质量偏低，但前中期它够用。而镖局这边奥恩加小赵都属于优质前排，虽然人数少，但质量更高啊，而且在15分钟到25分钟这个区间是一定够肉的，所以比的就是谁拿优势并且控有资源。因为镖局只需要盯着滔博前排打就行了。第1局其实滔博前期设计非常完美，也拿到了足够的优势，但被炸弹人这个点破局了。第2条小龙这波转折很大程度是因为左手他有 TP 也有线，而滔博这边兰博他反而是过不来的，被打了一个落位差。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奥恩加小赵的这么一个双前排，他在团战里的影响力有多大。你顶上来，皇子根本不敢还手，你队友又不在身后，那你交 EQ 就会死。可以说前排够肉，在这个版本就是打得可以很无脑，不一定是最强，但真的足够粗暴。但很明显，这场镖局选出奥恩加小赵，仅仅是因为合适出，并不是他们本身有设计在，他们依旧是没有理解版本需求的。所以在第2把，我们才能看到镖局如此逆天的 BP， 1抢鳄鱼，然后补位和兔子，就这种阵容不是不行，但是在目前的版本生态下，还真的很垃圾。相反，你看滔博选的就让我一眼舒服，一个巨魔，一个老黑。我知道如果我们看对线角度，镖局是没有问题的，但按照城墙逻辑，右边一定是更容易赢的一方。只要滔博控好资源，这把输不了。而且这场很让我惊喜的是，航重新把波比捡了起来。航这个赛季啊，只有第1赛段摸过1次波比辅助，虽然这场发挥还是有点拉，但没关系，全局 BP 敢拿就行。就我当然可以从线权啊、节奏啊各种对抗角度来说，镖局的前3手他多没问题，但我还是认为围绕城墙去构筑是这个版本最容易赢的方式。而镖局选的阵容不是没有赢面，而是要求
太复杂，这也是我认为他们16强的核心原因，他们自己给自己上太多难度了。相反，你可以说滔博选手打的也有问题，也有失误，也给机会，但他们游戏理解这块其实是跟上的，尤其是哥哥这个维鲁斯，从这手 pick 我就知道滔博的理解绝对比 BLG 高。上一把输歼几确实也不是 BP 的问题，当我们从前排角度去思考团战，右边无论是维鲁斯还是波比，包括巨魔都是极致针对 BLG 前排的，而兔子和轮子妈除非超级肥，否则根本不可能越强。BLG 的前排一定是倒得很快的，所以 BLG 根本没法落位。从对线角度 BLG 其实赢了，轮子妈和平发育，然后鳄鱼也一直有限，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波 BLG 的节奏，什么轮子妈抽老黑吃塔皮，什么未出击抓人拿击杀，包括前期的小规模团战 BLG 也是赢的呀，但没用，资源团它没有落位权，就你多几百块钱领先，其实根本无法影响滔博这个阵容拿资源的能力。要知道，在 Shadow 中路这波逆天抓沙皇时，滔博已经是2条龙加3条虫了，然后中路人头一送，是不是结束了？后面即便 BLG 你说我操作贼完美，我赢了这波团，你不可能拆了滔博家呀，你还是无可避免的要进入到争资源团的环节。然后滔博阵容更扎实，后排输出也更高，BLG前排倒了，你后排输出能力再好没用。所以后面看似BLG人头没落后太多，经济也没被滔博拉开，但游戏早结束了。这个版本这样选，真的就选完就结束了。其实第3把的 BP 还挺有说法，看上去 BLG 的前排更多，武器加里奥还有猴子都是半肉嘛，还有一个洛，但由于滔博反常规的点出了小火龙，这导致加里奥没法走纯肉装，得转法强。同时呢，武器和猴子都得进场找后排，BLG 其实很难通过开日女或者铁男来赢游戏。相反，滔博虽然前排数量少，但日女完全可以开猴子、武器甚至加里奥来做一个前排的博弈，所以 BLG 只有冲阵打后排的选项。BP 逻辑当然没问题，因为波比和布隆都烧掉了，没保人，但铁皮确实又有点把滔博阵容拉了回来。铁男的点名在资源团上是很大的助力，也帮助队伍补了 AP， 会让滔博的抱团很扎实，所以 BLG 这边也没法通过减员前排去做2段拉扯，所以 BLG 的 BP 做的不错，但在我眼里可能依旧没有滔博那么符合版本。当然到了第3把冲阵绝对好用， BLG 的阵容组成也符合他们的熟练度，本身是没毛的，那就得回到基本点，就是拼操作。但值得一提，从操作难度上，滔博这边也是经典的数值怪，团战逻辑呢也很符合版本脉络，我就打你 BLG 前排啊，我打完再看后排嘛，说白了不烧脑。而这把 BLG 虽然 BP 选的很符合他们队伍的风格，但他们目前的竞技状态没法滴水不漏的把阵容优势发挥出来。BLG 本身呢就不是那种扎实运营置换的队伍，他们防守上的处理相当粗糙，所以反而需要进攻节奏来维系整局游戏。但北川说实话不是一个很会帮线上协防的选手，他更偏向于野区的攻防，所以这把 Knight 的压力很大，他既要对线扛小火龙，又得帮队友过渡到团战，但代价是 BLG 状态最好的他这把不可能有发挥空间。实际上这是一把很标准的上野的 carry 局，阵容你就是围绕着猴子加武器来做的，但 BLG 的比赛过程一如既往的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 BLG 丢的这第3条龙，有霞的倒钩城，有上方的视野，但就是能够给卡纳比这样下来裸抢，就很不严谨，既没有人去排针眼，也没有人停手，反正就给你下来拼惩戒呗。而在最该操作的环节， BLG 操作失误又太多了。从第4条龙开始，滔博这边小火龙成型，铁男日女的双塔落位后就是比 BLG 好打资源团，所以 BLG 很迫切的需要一波团战胜利去控到男爵。 BLG 这个阵容啊，一旦拿了男爵，武器单带小火龙他管不了，只能分铁男去防，这样正面滔博就有缺口了。日女的单前排会很容易被点掉，而且在守塔上奇亚娜非常垃圾，所以男爵就是 BLG 这个阵容的核心胜负手。但在中路的这波团战处理上，我只能说 BLG 打得太粗糙，太着急了。首先加里奥的大招就没好，其次就是冰这波操作居然出现了失误，在团战开启的瞬间，武器的思路都是挺好的，如果69第一时间关他，肯定打不死。而冰闪现进场到 C 位的判断也完全 OK， 可问题是啊，他是 RE 而不是 ER， 这导致滔博的双 C 都能交出位移拉开，本来晕到滔博的3C 完全有机会逼出闪现啊，甚至奇亚娜都没办法开出大招，毕竟奇亚娜她没水银血，可以说冰抓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机会，但因为操作失误导致了后续的时间线完全不同了。这不是一个武器出名的选手他该有的操作水准啊。洛全程也是零作用，直接吃 AOE 吃死，猴子想跟被铁男直接拉进去单防，可以说冰他在错误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打出了错误的操作，但凡有加里奥的大招，但凡武器连招正确一点，这波团战的画面都会完全不同，但没有但凡。而且从全局来说，我并不认为冰的发挥很差，甚至可以说打得很好，但残酷的是冰 Elk 这把虽然有不错的操作发挥，冰也确实打出了很多漂亮的拉扯，但输掉的那波关键团战后，局面就已经是滔博只要不主动失误，BLG就很难的局了。所以看完整个比赛，我的感触并不只有早干嘛
哪去了，而是BLG的失败完全有征兆，他们的整个打法理解都在和版本生态背道而驰。第一把上路选肉很轻松的完成了翻盘，但后2局的 BP 和整个游戏策略的制定却都没有符合版本的需求。第3把的 BP 其实就是奔着让武器 C 的方向走的，但我还是那个逻辑，不是不行，只是性价比太低。如果是我 BP， 我一定4楼选挖掘机，然后给 Counter Way 状态最好的左手。但我又觉得，与其聊这个如果不如说说为什么 BLG 需要拼到这个份上。BLG 这样的签运本不应该走到内战这一步啊。从瑞士人的表现来看 ，BLG 确实非常不适应版本，他们崇尚的进攻模式、团战逻辑，在瑞士轮的生态下很难发挥。说白了，你要用10分力才能达到别人3分力的效果，所以整个瑞士轮看起来 BLG 他打得很累，打100T 打G2 ，BLG 的前期都拿到了优势，但就是因为这的那的，他赢不了。我知道会有人说，哎呀，你看 T1 打100T 也是满头大汗，也是差点输。是的，但差点输和输中间就是差108000里。BLG 输给100T 那是优势后，输一波团战就彻底失去了游戏的主导权。所以从这场开始 ，BLG 就应该意识到他们游戏理解出了大问题。T1 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可我们能明显感觉到 T1 他在调整，他在变好，哪怕不多，但起码在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下路选择的调整啊。T1 从打 IG 开始，到后面输 CFO 和 Genji， 他们的下路选人侧重是有明显改变的。打 IG 时T1 下路甚至是大核加软辅，可输给 CFO， 他们发现，在瑞士人这种 BO3 的生态下，下路拿线权带来的优势可能没有前排落位资源团的优势大。于是我们在后面的对局里可以看到 Keria 掏出了今年只用了2次的日女，Guma Yusi 也把飞机维鲁斯这些中期发力的英雄给掏了出来。即便 T1 他在后续的虐菜局里依旧是打的跌跌撞撞，但仔细看就会发现运营节奏就是在他们手里的。T1 有失误吗？当然有，但大方向对了，就开始能事半功倍了。在 BP 逻辑上 ，T1 即便打这些欧美弱队，也会保证基本2个前排，只是 T1 的前排总会出现一些奇怪的脱节，导致队伍打得奇怪。但从 BP 的逻辑上 ，T1 是绝对在进步的。而 BLG 相比第一轮有进步吗？很残酷的说，其实没有。T1 的进步是理解跟上了版本，哪怕不那么适应，但我确实在改变。而 BLG 则是这条路我走不通，那我硬走。所以整个瑞士轮让我评价 BLG， 那我的评价就是混乱，准备的东西混乱，游戏内容混乱，一切都很混乱，所以自然它会有沟通混乱、操作混乱。我的理解里，如果 BLG 能熬进 BO5， 那么后续的发挥肯定比现在要好。在 LPL 时和滔博的 BO10大战里 ，BLG 也是2度1-2落后，然后常规英雄烧完才开始发力。但当你连100T 和 G2 都跨不过时，那你就是不配打淘汰赛的。在对版本生态没有感知的情况下，2-3楼的女警蜘蛛背后所蕴含的那种傲慢，自然能看到后面整个瑞士轮的混乱。16强的结果不只是输100T 的 BP 与发挥，也不只是放着巨魔不拿去拿鳄鱼，也不是具体的一些操作，而是从根源上 BLG 就是一个不注重理解的队伍。今年一整年 BLG 其实在每个版本的早期都是发挥很差的，今年能拿1号种子就靠 Big Way 的针对性 BP 加上选手们理解版本后，他们用更敢打的英雄池他搏来的。其实这2年看下来，大伙都能感觉到 BLG 他是一个有点过于相信人定胜天的队伍，就是我努力我打得更好一些，那我就该赢，我输了我就是游戏内容没有处理好，我心态不够稳定，我配合不够到位，我状态不行，但这些都是主观感受。相反，其实大伙赛后采访看得够多的话，你就能发现 LCK 队伍对于失败的归因往往就是版本优先级我没理顺，我理解没到位。我为什么一直和大伙聊优先级的本质，它是性价比，不是说你选了一定赢，而是比较容易赢，而你打得轻松才能感觉放松。说一个热知识，其实 BLG 选版本胜率高的英雄都赢了，除了冰的挖掘机确实没拿下外， Shadow 的小赵全赢，冰拿奥恩也赢了， Elk 的飞机与云阿娜也赢了。这些符合版本的高胜率英雄就是容易赢的。而对版本跟得慢的问题，真的是世界赛才有吗？并不是的， BLG 就是一直缺乏这种能力和意识到这些的想法。去年 BLG 也是跌入谷底，同样是寄希望轮换去解决版本适应慢的问题，只是去年运气很好，打G2的时候确实给他们状态拉起来了，那个时候硬操作过来，非常惊险的进入淘汰赛这个 BO5 的舒适区。而今年其实是非常相似的路径，区别只是这次没操作过来。可真的要去怪没操作过来吗？在我看来，这次世界赛的困顿，什么 BP 问题，什么选手吸血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队伍它缺乏游戏的智商，你没有办法用团队的整体力量去掩盖选手的状态波动，甚至你都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我真心觉得他们练得太多，但想得太少。不管 BLG 明年怎么样，但我希望这次的失利能够让选手们开始意识到思考和纪律性背后的意义。
从扎实的基本功练起，少整点奇奇怪怪的行为，练好每一个功法。而当新版本新生态来到时，去积极的拥抱和改变。或许这些看似土味的办法，不是说做到了你就能拿冠军，但没有这些日常的积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你是永远不知道问题在哪儿的。岁月为何感觉他们在蹉跎？因为毫无进步和改变，只能说不可惜吧。但确实夏季赛完，我以为他们是有所醒悟的，只是可能真的太晚了。我很喜欢 BLG 俱乐部的这段话：今日的落败出局是全年状态不稳的必然，也是振聋发聩的警钟。唉，成熟点吧。最后，我想站在滔博的角度再聊聊这个 BO3。我看录像最让我惊艳的还是69和哥哥。69其实今年我说实话，我对他是有点不太满意的，不是说他打得差，而是我一直认为他可以做得更多。而这次郭浩假死啊，总算逼出尽力的69。这场面对老对手冰的对抗，他第2、第3局的华夏重盾真的撑起了滔博的前排。第2把他老黑完成单杀时，基本就把比赛杀死了。而第3把的铁男更是波波单防啊，直接把北川天肥的猴子打到变形。我说真的，第3把的 BP 是69铁男如果输了，他肯定会被对为 MVP 的，因为标剧这个 BP 就是铺垫给冰的，而69的铁男完全就是一个裸出单挂，但他真的做到了硬扛的比赛。虽然说69不是 MVP， 但他的贡献我认为不亚于 MVP。我最喜欢的漫画《灌篮高手》里有这么一个情节，讲的是湘北核心赤木被大和田压制后，作为关键点的他面对大和田完全拿不到分，可当他意识到即便他不如大和田，队伍也能赢时，赤木他就蜕变了。如果讨论 LPL 第1上单，其实超人强已经很难出现在讨论范畴里了，但什么第1上单的名号可以给，亮眼的数据也可以给，但胜利是不能让的呀。我觉得69这场 BO3 是打出了这种决心的，他知道自己的职责，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这就够了。而哥哥，说实话，他的发挥很 J.K. Love， 经典有 C 有送，但赛后的麦克风，我久违的听到哥哥如此激情的呐喊，甚至还看到了他的自责。作为滔博的战术轴心 ，J.K. Love 和航的下路发挥很大程度决定滔博顺不顺。哥哥的发挥也算是隐藏 MVP， 虽然确实第1把也送了，但这就是 J.K. Love， 7年前如此，现在也如此。那个被无数失败磨砺的勇气还在啊，少年的心气也还能燃烧起来。所以文波带滔博再冲一次吧，既然这一次还有机会重新上路，那么好好来啊，不要浪费这次机会。真的，就内战你随意，但 G2 真不能输。而要是万一 T1 魔王复苏，那滔博可能就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了。所以切拜，我觉得滔博这个队伍差的还是那点心态，因为我真的看 LPL， 他们平时发挥出来的能力是没有那么差的。外战看滔博啊，能不能让大家再信一次呢？再博至武汉一回呢？虽然可能现在粉丝自己都不信了，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打出符合这个 slogan 的表现，哪怕就这一次，答应过好吗 ？G2 一定要拿下呀！希望这次郭浩假死能够继续激励着滔博这帮选手，打出更好的游戏内容。那我是袁某人，本期内容就这么多。接下来不管之前有什么恩怨，请在这次 S 赛期间继续支持 AL 和滔博吧。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